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中国环球时报敦促欧盟在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之前，在技术会谈中表现出诚意。让我们关注，中国央行拥有数千亿元国债可供借贷，将根据市场情况出售，以控制强劲的国债反弹势头。央行介入国债后可能出售，以控制信贷流动和市场收益率。让我们关注，在特朗普美国总统选举中领先优势扩大后，全球市场竞相寻找获胜交易。历史表明，日本股市可能会受益。让我们关注，三星电子销售和利润增长强劲，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内存芯片需求复苏。下面这条，过去一年 SK 海力士股价上涨超 90%， 华尔街预测其将进一步上涨。19位分析师上个月上调了对该公司的预测，因其是 NVIDIA AI 产品的最大高带宽内存芯片供应商。高盛集团和花旗集团将目标股价上调至29万韩元和35万韩元，潜在涨幅分别为 25% 和 50% 以上。SK 海力士预计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将达到5万亿韩元，为6年来最高。接下来这条，英国大选后英镑小幅上涨，是今年对美元表现最好的主要货币，涨幅为 0.3%。接下来这条，美国股指期货周五小幅上涨，市场关注关键就业数据，非农就业人数预计增长19万人，失业率保持 4% 不变，时薪环比上升 0.3%。市场预期今年9月降息的可能性已升至 68%。下面这条，美联储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在将通胀降至 2% 目标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任重道远。下一条，特斯拉业绩超预期，股价飙升，表明其兼具汽车和科技公司特质。公司以行业领先的产品和人工智能愿景吸引投资者，但近期销售疲软仍对其估值构成风险。下面这条，美国股市上涨能否惠及 NVIDIA 等大型股以外公司仍未可知。第二季度财报将揭晓其他公司利润增长是否能赶上科技巨头。目前，标普500指数仅有 24% 的股票表现优于指数，为1986年以来最窄的6个月窗口。投资者期待财报季为大盘股外的股票参与上涨提供催化剂。接下来，投资者为固定收益资产的较高收益率买单。债券基金一周内流入190亿美金，创2021年2月以来最大流入量。接下来，美国6月非农就业人数高于预期，但失业率意外上升至2021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显示出就业市场继续降温。工资增速放缓至 3.9%。投资者预期美联储今年2次降息，9月首次降息可能性最大。政府和医疗保健领域就业岗位增加最多。下面这条，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尽管近期通胀率已降至美联储 2% 的目标附近，但仍有待进一步努力才能实现目标。让我们关注，股市牛市有望持续飙升，获益于强劲的收益复苏和可能的降息。预计未来5年股市将上涨至少 100%。最后一条是，人工智能 AI 没有像其他科技行业一样提振云软件公司股票，云计算增长放缓。尽管人工智能在业务中很受欢迎，但由于销售人员培训和业务流程调整，收入影响被推迟。不过，人工智能对云公司商业模式的潜在颠覆，例如按座位订阅费，暗示未来并不乐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